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这两天大伙应该都有在网上刷到雷军在微博不断致敬友商的操作吧？我说的友商，并非手机行业里的友商，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那些先行者。不过大伙都懂的，雷总这波致敬，大概也有为这次发布会造势的考虑。此前他就预告过，发布会时长3个小时，要一次性把小米汽车技术的积累全部展示出来。咱也一起看看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与汽车预发布会都聊了些啥狠活儿。本来 Tiger 以为这次发布会还真的只聊技术，不谈车子，但很显然雷军还是没憋住，给咱们透露了不少关于小米汽车苏7的特性。可能是受之前被泄密的影响，既然兜不住，不如我爆我自己的料。而整个苏7特性介绍环节大概能分为设计、内外饰、性能和安全4大块。老规矩，还是从设计开始聊起。车子的配色有3种，分别为海湾蓝、亚灰和橄榄绿。车子的设计固然炫酷，但也不是只顾着耍帅。比如它的风阻系数做到了全球最低，4997毫米车长，3000毫米轴距，1963毫米车宽，1440毫米车高。官方说法是都是黄金比例，好看又好驾驶。除此以外，汽车的内饰也在发布会上全面亮相。主环绕式座舱，前挡风防晒隔热保护，然后车内加上2块小米平板的话，一共有5块屏幕。最让人满意的还是那物理按键设计。虽然车的大多数操控由屏幕来代替非常炫酷，但论安全感以及操作直觉，还得是物理按键。谁赞成谁反对？包括方向盘和座椅，小米都下了很大功夫。按雷军的说法，这座椅是完全根据中国人的人体特征来设计的，坐上去就很舒服。至于存储东西的前后备箱，小米汽车苏7给的空间也挺大，后备箱517升容积，前备箱105升，比 Model S 和 Taycan 的前备箱都要大。俗话说大即是好，越大越好。而性能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启动、加速和制动表现上。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只需2.78秒，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65公里每小时。从100到0公里每小时的制动距离也只有33.3秒。高性能背后还得有高安全性护航，所以在电池和整车架构上，小米都投入了很多，比如整了个铠甲龙式钢铝混合车身。对了，除了发新车，小米还上架了汽车同款的小米14系列橄榄绿、海湾蓝配色版，还挺好看。阿米是懂搞机车套装的。雷军还在台上提到智能电动车时代的5大核心技术赛道：电驱、电池、大压铸、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先从电机开始说起，雷军在台上介绍小米汽车苏7上的电机用的是自研的小米超级电机，而且这电机还有3款，分别是 V6、V6S 和 V8S。V6 系列的转速完全一致，只是最大马力不同。至于这个 V8S 电机可就有点猛了，它的转速足足有27200 RPM， 一发布就拿了个全球第一。另外 V8 最大马力、峰值功率和最高效率都是很顶级的水平。实打实的数据摆在眼前，雷军也和往常一样整了个很经典的友商对比环节。无论是已经量产上车的 V6 系列，还是预备在2025年上车的 V8S 系列，功率密度都领先于特斯拉 Model S Plaid 和保时捷 Taycan Turbo。当然了，还有个转速达到35000 RPI 的电机，现在还处于小米实验室预研阶段，但就已经量产的 V6 系列电机来看，性能都相当不错。关键还是自研的，能看出小米真的投入了不少。电机聊完，然后就是电池了。电池可以说是电动车的灵魂。那阿米在电池技术上给出的答卷是小米 800V 碳化硅高压平台，以及自研的 CTB 一体化电池技术，拥有全球最高的 77.8% 体积效率。按照雷军的介绍这电池最高电量有150 kWh，CLTC 工况续航超过1200公里。在成熟体系下，也有132 kWh 最高电量，超过1000公里的 CLTC 续航。这么看下来，电池性能是蛮顶的。那安全方面又用了啥技术保驾护航？Tiger看了一下，大概有车云协同安全预警系统、电芯倒置技术、17层高压绝缘防护、同级最大冷却面积等等。至于寒冷环境下的续航，小米则用了高效双模热泵来保证冬季的用车体验。低温空调升温速度、续航保持率和充电时间都领先于特斯拉 Model 3。又是熟悉的吊打环节，接着是大压铸部分。小米汽车的超级大压铸技术依旧是全站自研，核心的硬件肌肉阿米就暂时秀到这儿了。
接下来来到阿米的最喜闻乐见的环节，智能化。这几年来，国产造车新势力一直在深耕智驾。在这个 moment， 小米汽车也秀了一波无人泊车的操作，可以自动倒车进入 0.05 米的极窄车位，不仅倒车很准，正向开车视野也很广，左右最远识别范围足160米。在最需要司机聚精会神的高速场景，小米速7也能实现前方150米突发事故减速变道。虽说开车还得自己盯着才安全，但智驾的意义不就在于减轻人的驾驶负担吗？雷军还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米要在2024年进入智能驾驶行业第一阵营，包括高速领航、城市领航和代客泊车3大板块，会越做越成熟。OK， 最终头戏的部分来了。前阵子小米不是发布了人车家全生态操作系统澎湃 OS， 人有了，手机有了，IN 设备也有了，现在终于轮到小米汽车出场表演。首先是车机这块的体验非常丝滑流畅，咱们可以像手机那样自由操作，随意拖转，改变大小、字体、图标和动效也和手机平板保持一致，方便无缝切换。实际操作起来确实是很跟手。雷军在台上都很自豪地表示，软件这块咱们的专业就不拉同行来比了。至于生态互联上的玩法吗？发布会演示得很详细。首先是手机和车机的屏幕共享，这可不是简单的投屏啊。比如手机 App 全屏展开后，能完美适配车机的大屏布局。小米平板上的5000加应用也能直接在车机上使用。更骚的是，如果你有小米平板，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车内的扩展接口上，平板就成了汽车和小米智能家居的中控大屏。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有粉丝就很疑惑，那我拿着 iPhone 岂不是和着小米汽车联动不了？话音刚落，君就发话表示，苹果用户开小米汽车也有很好的体验，因为小米开放了 CarPlay 生态，支持 CarPlay 和 AirPlay， 把 iPad 放在后排的扩展接口上，一样能控制车内空调、音乐和座椅。它真的，我哭死！当然了，开放生态是一回事，想体验完整的人车加互联，还是得整一台搭载澎湃 OS 的手机。手机、智能家居和汽车相互绑定，形成密不可分的生态。这波小米高端的进程真要直接起飞了。就以上的硬件秀出来后，能看出阿米在第一台汽车上依然保留了暴力堆料的传统，各种全球最高、全球领先、国内唯一，多少给汽车行业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迷失震撼。因为很多零部件都是自研，堆料足。雷军在发布会上给了个很粗略的价格范围，你们不要再喊9万9了，不可能的，也不要再喊14万9了，尊重一下科技好吧。目前市面上的同定位纯电轿车基本在25到30万元左右，按照目前官方透露的配置和特性，阿米如果能把价格定在20到25万这区间，性价比就蛮高的了。当然了，这还只是小米汽车的预发布会，后面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猛料陆续出炉。此时我只想说，阿米搞快点，大伙都迫不及待想知道价格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